林少校，如果胡主任回来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。啊，那他什么时候会回来？这个我就不清楚了。只要有消息，我会第一时间通知您。那麻烦你了。没事儿，那我先忙了。林队长，林队长，林队长！张姐，真的是你啊！你什么时候到的重庆啊？我刚到的。你在这边怎么样？我挺好的，我还在电讯处。真没想到，还能见到你。怎么样，身体恢复的还好吧？我没事了，恢复的挺好的。真是的，都到了重庆了，也不给姐说一声。走，吃饭去。走啊！这里呀，比上海安稳多了，枕头下再也不用放枪了。我们从上海撤下来的人经常一起聚，有人说我们搞什么小团体，嗨，随他们说去。现在你来了，我们人就更齐了。要是顾副站长在的话，他们说顾副站长贪污，我们上海区的人是不信的。可是怎么办呢？人微言轻啊。张姐，你放心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嗯。张姐，我想问你个事儿啊。你说。之前撤离的时候，跟你同船有个叫蓝心杰的人，你对他还有印象吗？蓝心杰。对。我有印象，他当时是不是带了个孩子？对。后来负责保卫的人把他跟孩子分开了，没让孩子走。没让他带孩子。啊，我跟蓝小姐很早就认识了，算是朋友。哎呀，想想也是挺可怜的，就这么哭了一路。同船的人看着都觉着心酸呢。快吃。啊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因为他是国军遗眷，我听说到了重庆之后，他在总机班接电话。再后来我就不清楚了。你要是想找他的话，可以到总机班问问。我记得当时我们在上海的时候，经常出来一起聚餐，让你点菜，你每次都点那个叫什么？红烧肉。对，把我们笑坏了，每次都是红烧肉。今天你到重庆来了，我们不吃红烧肉了，我们就吃重庆的火锅。辣是辣了一点，还吃得惯吗？哦，吃得惯，还行。多吃点，不着急啊。好。进。胡主任好，我是原上海区行动队队长、香港站情报组情报官，现中美合作所筹备处林南生。林南生，我听郭秘书说你来找过我几次啊？是，胡主任。我听说上海区的顾慎言，顾副站长因为贪污的问题，被移交到重庆督察室审查。我跟他是老同事了，我刚到重庆，所以我想来问问林南生啊，你应该知道，
顾慎言的贪污案是不能由督察室之外的人顾问的。胡主任，我跟顾副站长共事多年，他是绝对不会涉及到贪污上的问题的，所以这其中一定有什么误会。哎，今天找你来啊，也正是因为这个事情。这是他的卷宗。说到底啊，这是发生在你们上海区的事情，你应该比我们更了解。拿回去好好看一看，我很想听听你的意见。你多年在上海区工作，也立了不少的功，这是上面对你的信任啊。是。有些事情绝对不是他做。这个不是重点，这个案件上面都在看着呢。你跟他是老同事，在重庆你最了解他，你对这个案件的态度很重要。我们这个中美合作所，你也知道，那是蒋委员长特批成立的，戴老板亲自过来担任主任，美国方面也下了血本的。小林，你可千万
不要因为这点事儿耽误了前途。我明白。哎，干杯！白长官，这边有个朋友，我给你介绍一下。好，小李，我过去一下啊。来，这边请。好，来，干杯！我渴了。哎，你们知道吗？这位蓝小姐，听说原来可是上海的名媛。是，我听说在上海，她和大名鼎鼎的陈毅交情很深。后来陈毅叛变，立马就搭上了王站长的关系，还上了军统的船，撤离到了重庆。哼，这蓝小姐啊，不仅长得漂亮，她呀手腕可高明了。听说啊，她一个月挣来的钱呢，比咱们辛辛苦苦奔命一整年挣来的还多。来，不说了，喝酒喝酒。哎，林少校，你在上海的时候就没听说过他？应该也有机会接触吧？还是他只跟站长级别的人走得近？啊？她是个义人，她丈夫牺牲在南京，她为军统立过功，她应该撤回重庆，她应该得到你们最基本的尊重。我今天有点累了，我先走了。蓝小姐，蓝小姐，算了，别追了。来，喝酒，来，喝酒吧。兰姐，对不起，兰小姐，我刚才有点冲动了，我不该当众说那句话。没什么的，你不用放在心上。我去电话班找过你，他们说你被开除了，怎么回事？你什么时候来重庆的？我刚到没几天。Hey, Van。那我改天请你吃饭啊。啊。拜。我这2天不仅把这些卷宗全部都看完了，我还去了一趟档案室，把上海区撤离时带回来的所有相关文档全部都看完。我发现了一些问题。当然有问题啊！顾慎言这么多年的贪污行为全都列在上面了。可这上面列出的很多问题，
以我的判断，跟他完全没有关系。这是我详细整理出来的，而且我觉得，在这个案件上面是有人刻意的栽赃陷害。林南生啊，上峰让你看卷宗，并不是让你站在老同事、老朋友的角度上来质疑卷宗的。你这是在包庇贪污犯吗？胡主任，想清楚了，再来找我。报告，林丹琛少校求见。请他进来。局座。哦，我以前在上海区见过你啊，几年没见，变化蛮大嘛。来坐。是。我在重庆听说了你刺杀上村京的壮举，非常好，英雄出少年。什么时候到的？报告局座，我上周刚到。现在被分配在中美合作所的筹备处，那里可云集了我们军统的精英啊，而且是戴老板亲自挂帅。局座啊，我今天来找您，是为了顾慎言的案子。说说看。我已经研究了所有的卷宗，以我在上海区的工作经历以及对他本人的了解，我可以确定很多事情跟他没有关系。顾慎言的案子我知道，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些结果都有问题？局座，我并不是质疑所有的问题，但是您看这个，这是813市上海区抚恤金的问题，上面标注顾慎言贪污抚恤金高达3万元，可实际上当时区里到账的抚恤金只有2万元。另外，林少校，你认真的态度很不错，但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调查顾慎言？就单说倒卖枪支的问题，上海方面已经抓到了和他交易的黑市贩子，贪污的事实毋庸置疑。我认为你的精力更应该放在如何找到确认顾慎言贪污的证据上。局座，行了。就这样吧，先回去。是。材料放下。谢谢局座。这个地方风景秀美啊！是啊，我来重庆之后，也没有出来走走。我听说，你跑到周副局长那里去告状了？告状？我没有去告状，我只是如实汇报。白老师，有人故意栽赃，把很多莫须有的罪名都安在了顾慎言的身上。督察室的胡主任应该完全了解情况。可他还是在推波助澜。哎呀，你可能是在地方上待的时间太久了。督察室是周耀庭副局长负责的，案子上的那些罪名啊，如果没有他的同意，能随便往上写吗？您的意思是说，周副局长早就知道是有人栽赃？注意你的用词，这不是栽赃。我听说呀，戴老板要拿他杀一儆百，一者风起。这个案子已经定性了，死罪肯定是跑不了。现在
多一件少一件，都不会影响结果。还没有审查就定性，这同滥杀无辜有什么区别？他怎么无辜了？单凭黑市上卖枪这一件，就够枪毙的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顾慎言现在具体关在什么地方？我想当面向他问清楚。你以为督察室是什么地方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现在除了专门的办案人员，没有人能接近顾慎言。在这件事上，你得知道自己的分量。小林，这里不是前线，你不能看到谁都怀疑呀。上次跟你接风，那是人家胡主任的意思。你现在跑到周副局长那里，回头上头怪罪下来，不光是人家胡主任难堪，我也落个御下不严的罪过。哎呀，不是你的老师，我也不跟你说这些。自己的前程，自己要当心。可是我入这一行，不只是为了前程。胡主任，好几天没浇水了。啊，你刚才说什么？胡主任，我想为之前的冒失行为向您道歉。这不需要道歉，我们一向是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存在的。我想向您申请审问顾慎言。他这几年参与的行动我都非常的清楚，我相信由我来帮您审问，会有更多的可能性。你想好了？这份工作最忌讳的就是夹杂个人情感，稍有不慎，可就是同案犯的罪过。我保证，一旦查实，绝不姑息。好，你记住了，你只要把顾慎言私藏的那批枪查出来，人赃并获，我们就能结案了。动作要快，明白吗？是。
林少校，你好。少校林南生奉命审查关于顾慎言涉嫌贪污事宜。审吧。资料上显示，你曾于1937年8.13之后私吞抚恤金高达3万元，倒卖100支汉阳造步枪，还有1部大功率的美制电台。这些情况属实吗？不属实。具体哪一项不属实？我们可以先说说抚恤金的事情。我根本就不知道这笔钱的存在。抚恤金现在在谁手里？你应该比我更清楚。那这部电台呢？上面有你的签字。当初你领走这部电台之后上报，说是被查抄了，但经过内线核实，特高课根本就没有查获这部美制电台。你怎么解释？我没什么好解释的。你知不知道这部电台现在在黑市上值多少钱？5根金条。你不要以为日本人个个都是清廉的，特高课有人把它拿出去卖了，然后就不清不楚地把这个赃栽到了我的头上。那枪呢？口供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你就没有什么要反驳的吗？许阿大，此人做烟土买卖，被我抓过，所以记恨我也是有的。现在他是在跟日本人做生意，一个汉奸烟鬼的话你们都能信，那我还能说什么呢？那他为什么会知道你有100支汉阳造，而且还是连号？这100支汉阳造，我给了忠义救国军。你去问问那些叛变了的忠义救国军吧。你这根本就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。你要是想救自己，你就必须要说出这些问题里的疑点。你要自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啊！你要是觉得冤枉，你可以上诉抗议。你张公主柱也算得上是当过的老人了，还做过何总长的侍卫长。何总长要是知道你现在这样，岂不是让他心寒？何总长了解我的为人，我不必向他做任何证明。好了，我知道的都告诉你了，请回吧。林南生，你到底是在审顾慎言，还是在给他指路啊？你这是在暗示他去找何总长求情吗？你的胆子也未免太大了。胡主任，我想您误会了。我确实觉得这个军东还有问题，只想查清楚。哦，哼，我明白了。你从一开始就不认为顾慎言有罪，你说你想审他，就是在找机会要跟他串供，为他开脱，是不是啊？啊？我只是觉得这个案子还有很多的疑点，而这些疑点必须要被证实。如果只是一味的逼迫顾慎言去认罪的话，我觉得很难服众。从今天开始，这件事情你就不要再插手了。出去。出去。是。
刘秘书，林少校，你又在这等了一天啊？何总长还在开会吗？是啊，他后边还有3个会要开呢，他今天真的没时间见你啊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，多晚都可以。刘秘书，真的，我只会耽误何总长一点点时间。这样吧，你有什么要说的，你告诉我，我帮你转达，你看行吗？那这样吧，你帮我转达何总长，这个里面是关于军统顾慎言的案子，具体的问题我已经详细的写在里面了，请你帮我一定要。顾慎言的案子，好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帮你转达。你先回去吧。那拜托了。嗯。赶紧喽，苹果，来看一下嘛。白杨姐，升官了就是不一样，找我们这些平民百姓的住址，总是有办法的。白杨姐，我听我同事说，孩子没有能跟你一起来重庆，我想知道到底发生什么。我和子路又不是你们军统的人，你能把我们放进撤离的名单里，我已经很感激你了。但是当时你的情况我是如实填写的，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。事情都已经发生了，还提它干嘛呢？对不起，蓝小姐。如果不是因为我，当初你不会参与军统的行动，更不会经历后面的很多事情。在我心里，我一直很过意不去。当时负责保卫的军官说，路上会有很多检查站，他们怕子路哭闹被日军发现，害了全船的人，就强行把子路送回去。那子路现在怎么样了？就和当初的保姆在一起，这件事和你无关，你不用自责。我现在回总部工作，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一定要告诉我。空袭了！快跑快跑！有轰炸了！快跑！港务部在这边。这边。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吃这个。老二，你别对不起，龙龙妈妈在这儿。龙龙，你在哪儿啊？龙龙，龙龙妈妈在这儿。我的孩子急救了没钱了，爸爸，你帮我找找好不好？你跟我说这些也没用啊！行，大姐，你冷静点啊！他一个人在外面会死的，让我出去！你冷静点，请报警，否则我们不能开门的。我有点着疯了，我的孩子！像这样的生离死别，在重庆每天都有。当时他们非要赶子路下船的时候，我也是这样苦苦哀求。可是有什么用呢？他们用枪指着我的头，跟我说我已经知道了撤离计划。如果我也非要下船，他们只能把我的尸体带到重庆去。可是子路他真的很听话，他从来不会哭不会闹的。
那子路醒来，保姆把子路当成摇钱树，每天和我要钱，我只能每个月写信去上海，把钱夹在信封里。我刚到这儿的时候，他们说因为我是抗蜀，我可以参军，我就去当了兵，然后在电话班当接线员。后来督察室的人说，军人不能跟沦陷区通信，更不能给他们寄钱，寄钱的话就是资敌，所以他们就把我开除了。后来我听说1920师在江津招兵，说要打回上海去，收复上海，我就去报名。我想着，如果跟他们一起回去，就能见到子路。我当时在总机班的时候受过训练，我的枪法很准。可是他们说我被军统开除过，根本不收我。我实在没有办法回上海，就只能找袍哥帮我带钱。可是这些人，他们是用命穿越封锁线，所以他们要拿1半的钱。现在我什么都不想，我只有拼命赚钱。至少我还活着，子路还活着，这就够了。姑娘，你把屋里那个香香拿过来。走到哪儿都要跟着妈妈。妈也知道了吗？知道了，妈妈。走嘛走嘛。我一定会想办法帮你回首，见到孩子。你的心意我领了，但是这件事你千万不要管。